好，今天有几个公司重量的财报，我们将第一时间给大家做这个解读。那么今天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微软。微软的这个财报可能是大家最关注的财报之一了，因为微软是在道琼、纳斯达克和标普三大指数中都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公司。那么微软的财报我们是如何去解读？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么我把这个网页放大。首先我们看到了 revenue 51.9 billion 这个年增长 12%， operating income 是 20.5 billion， 这个增长 8%。 然后大家看到啊，其实是差很多的，就是年增长 12%， 那如果是美元不动的话，那么增长 16%， 那么美元看 8% 对 14%， 2% 对 7%， 也就是意味着美元的增长其实对它的一个增加公司的这个压力增加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 EPS 是2块2毛3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微软的这个走势。那么微软整个的预期是什么呢？微软整个的预期其实就是大约就是这个数，就是它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完全这个 beat 这个预期，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这个预期要弱这么一点点的，比预期要弱一点。那么51.9 这个数字我其实看了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 51.9 这个数字正好是在预期的下面这个值稍微低一点点，它不是爆了一个大雷，但同时它又不惊艳，所以呢市场给出的这个反应就特别平淡，也是非常正常的。那我们要看的话就是它有没有大的雷，暂时呢没有啊，答案结论是暂时微软没有。那么它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其实是很多的。好，那我们先看后面他讲，那就是讲到了，好的，大家看啊，他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Microsoft 这个 Cloud Revenue 是25个 billion， 这个一年增长 28%，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他上头又讲到了什么呢？包括一些什么杀档啊，包括一些这个中国的杀档啊，还有包括汇率啊，这是他找了一些借口啊，这些都是借口，包括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动态呢，但这些都是找借口的话，这些已经是在市场中完全或者充分预期的，它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我们要看这个，它的微软的整个这个整个的商业其实就是3个特别大的块，一个是这个就是说商务，这个是跟政府相关的，或者说跟公司特别多合作的这些。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当行情好与不好的话，只要 LinkedIn 的这个活跃量其实在增加，也是非常不错的，它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来做补充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里还有呢，就是可以看 Office Consumer Products 和 Cloud Service， 这里也是稳步增长的啊。这个其实就是这是它最核心的，也就是说有垄断成分和护城河成分的这一个块。那么整个来说，它的增长 13% 是这里比较强劲的。那么他看到的就是还有就是云服务的一个增长，云服务的增长呢是整体增长了 22%， 那么26%是如果是美元没有大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叫做这个 Azure 的这个云服务，它有增长 40%。那么如果是美元不受影响的话是增长 46%。那么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的服务云服务在微软的整个的比重已经从原来的1/3增长到了大家看到已经 40%， 因为一共是50多个 billion， 这里50多个 billion 中 20.9 个 billion 来自于这个云服务。那么个人计算的话，大家说了刚才找了很多借口嘛，那么这增长是 2%， 这个完全充分的体现在了市场对它预期中，也就是市场当认为经济不好、消费变弱的时候，其实包括你看这个 OEM 买电脑的人，对吧？还有就是这个 Windows Commercial 的这个 products 和个人的这些云的服务，它都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 Xbox revenue 还降低了，那么 Search 和好是什么呢？这 Search Advising revenue 是增加了然后呢 Service increase 10%。所以说其实个人计算这一部分呢是比市场，我认为比市场预期的可能还要乐观一点，是因为整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它的这几个赛道最差的那个赛道，也就是大家预期最差的那个赛道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那么美元对它的影响当然非常的大了。那么美元每一个都5%以上的增，那么如果美元的影响不在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营收年增长率还能达到16%、17%哈，甚至20%，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个微软整个来说，年增长20%将近啊，然后整个这个数据我看了一下之后呢，我觉得中规中矩吧。一个呢，它最后我其实就是想去看，我会看它的那个盘后的这个电话会议。那么盘后的电话会议上，我特别想看一下，包括它这个说你比如说 OEM decrease 2%条接口，那 Xbox 这些是不是因为跟疫情有关啊？还是说有没有新的产品出来啊？那这些还有一点我特别想看，包括它的 Search 和 News Advertising Revenue 这个除去了 Traffic 这个 cost 之后，这个地方还增加了18%。如果它在广告业务上微软开疆拓土，有新的赛道，我觉得微软还是这个大科技巨头中最硬的、最强的。因为你看这一块1/3不到1/3 16.6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它有定价权的啊，属于这种稳定增长，包括 LinkedIn 啊，包括这个 Office 这些产品。那么云增长在这段时间非常的强势，那么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它在了一个市场的风口的赛道上。然后呢，虽然个人计算在各方面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它却在广告的业务上还有很好的一个发展。那它的这个增长会不会对谷歌和其他的广告公司产生很大影响呢？这个我们要看一看。所以盘后的话，云增长，一个它和谷歌都非常不错。我们一会儿会聊到半导体的这个影响，一定是非常正面的那同时，我当然第一反应就是亚马逊对亚马逊的影响也正面，因为亚马逊这个云服务的增长，如果要是很稳定的话，那么电商业务非常差，已经充分预期了。那么这对亚马逊来说其实是非常利多的。那么对大盘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至少市场中少了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微软。那好，那我们下一个呢，我们来看一看谷歌的财报的这么一个快速解读。好，那么这是微软的日线图，我们落实在交易上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箱体。那么我认为它最好是来到一个低点，那么如果来到这个低点的话，那么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买点，因为这里面已经走出了一个下降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下降趋势的话，会出现一个我认为非常不错的一个买点。那么现在的话呢，它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箱体或者破线分，这里有一个破线分的位置，它现在又来到一个重要支撑。那么如果明天这里翻上去，我们仍然是做箱体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突破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相应的调整那么这是微软的这个具体操作。好，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的这个 Google 的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它是这个分股了，对吧？那么它营收增长13%，对吧？那增长13%的话，从61到69，这个营收又是在预期的下边缘，非常的好，在我眼中是非常的好。但是呢 EPS 这里是走弱的走弱的。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它的这个有一些 other income 不一样，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营成本这个 margin，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收益，谷歌的毛利率是降低了。那么有没有雷呢？我们来看一看，盘后它反应是非常正面的。为什么盘后反应非常正面呢？大家看这里很有意思，就是 search 这个地方是增长了就将近13%、15%，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长。我们来看，先看这个吧，先看这个 Think Alpha 上给的这个分析，它就是谷歌是首先 revenue 增长12%，然后呢，with strength in search and Google Cloud， 就是这个可以的。然后呢，又看到什么呢？这个面seeing 这个也是看到了美元的这么一个给对它影响。那如果要是 constant currency 的话，那么 revenue 增长16%然后往下看有一个收购，对吧？然后呢，大家看这里有一分支谷歌的这个搜索增加 13.5%， YouTube 广告增加 4.8%， 然后 Network 增加 8.7%， 然后 Other 是 down 1%， Cloud 增加 35%， Other Base up 0.5%。那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具体细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看到2022年的话给出的
YouTube 的广告增长是正的，而且广告增长是实现了一个比预期稍差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我们要知道 Google 在这段时间跌的非常多，主要原因是因为广告业务，大家对广告业务的一个非常大的担心，那么认为 Google 的广告业务会有大幅的降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下，我们发现 Google 的广告业务其实还是有正的增长的，这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我们看 Search 也好 Network 也好，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的增长。那么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抖音，还有就是经济的一种衰退，造成更多人用 Google 比较少，那么整个对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看到的 Cloud 的这个增长也是非常多的，大家看这个 Cloud 原来只有4628，那现在是6276，这是一个从一个小部门变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部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云的增长在这个地方也是 40% 左右的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谷歌给出了一个及格的这个考试成绩。那么大家期待说这个今天比如说这个一个学生一向都是绩优生，但他家里突然出了事儿，或他又生了场大病，这个时候我们根本不敢期待于他成为班上的第一名，但是我们期待于他可能这次及格都很困难，但是这个绩优生还是给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这些成绩我认为是远超过市场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预期的。那么后面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股票回购什么的我还没有看到，或者说后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消息还没有看到。那么它的 High Count 呢，现在这个每年增长也非常多的，如果它不做一些对于成本的控制，那么它的 earning 可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呢，这就是 Google 的这个财报。那么 Google 财报整体上我们的印象是没有什么大的雷，而且它几个重要的这个赛道面对非常大挑战的赛道整体上都还不错那么另外呢，就是抖音对它的一个影响很大，对广告收入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在财报中体现出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整体上我们可以是说，对于 Google 的整个的运营还是一个偏不错的或偏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市场上对它的定价其实是有一些过度悲观了。那么在这个里呢，我们其实微软也好 Google 也好，其实把这个它决定价格和决定未来的这个怎么说，这个遥控器扔给了明天的美联储会议。那么明天的会议之后一定会有一些对于未来几次加息和经济判断路径的这么一个解读。那么这样的话，美联储的这个路径就会非常清晰，其实对我们后来未来也是下半年大部分时间交易的这么一个路径就会非常清晰了。那这是一个对于 Google 的一个解读。对于谷歌的具体操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谷歌这个地方已经接近于这个低点了。那么这个地方明天的解读很重要。那么这个位置上可上可下，我仍然看多，就是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跌破了以后的话，又给了我一个第一次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第一类买点，就是初中枢段的之后的一个买点。那么如果这里往上弹的话，仍然我们做这个箱体的这种高抛低吸，也就是所谓的震荡的操作模式。那么具体怎么走呢？我们要看市场给出什么样的结果。但整体上今天没什么大雷的情况下，向下即使走向下段离开，也不会是非常大的一个离开段了。第三个呢，就是 Visa 的财报呢，我是稍微看了一下，一个是大家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大家旅游是对这个整个消费是有刺激作用的，而且 Visa 今天是营收和 revenue 还有就是这个 profit 都高于预期，是非常不错的他说的是这个，虽然说 economy 的这个是或者说 economic outlook 是这个 unclear， 但是他说他是非常 confident 就是说 confident。那么整个大家的消费在短期内呢受到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么这就是整个当然刚才我看了一下 Visa 的这个财报因为我对这个 Visa 这个财报准备不足，或者说功课做的不是特别的深，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整体上消费它是在跟3年前进行一个对比，那就是跟2019年对比的话，大部分的这个类别的支出也是有所增长的尤其是我们在看一个信用卡公司的财报，
其实最重要的部分，你除了要看它每个消费，一个是它信用卡公司财报能告诉我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有没有发现有非常大的一个萎缩，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后面的这些delinquent， 或者说我们说的是不能还款人的，就是说大部分还款的能力有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打击，那至少在这个财报上还没有看得非常清晰，没有看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没有提出一种可能性，就是市场是否可能出现一种软着陆的状态呢？那我这个也就不知道，那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是留给各位看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3个大的财报，我们说微软，我们说谷歌，还有 Visa， 我们今天把它的整个跟大家过完了。那具体后面还有很多变动，是因为它有电话会议会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呢，我可以在这个就是朋友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Discord 里面再跟大家继续更新。那么今天呢，快速解读我们就先做到这儿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开这个用下面链接富途牛牛开户，我会赠送您3个月的这个简单交易操作系统。好了，那么就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